嗨，我是吴老板。今天我们要聊姐弟恋到底好不好？这也是很多人敲完想要聊的话题。对，是有姐弟恋的经验还是没有？我是没有，但有被追过。有被哦？那你没有接受哦？因为还有一点考量。有点考量，所以你看，女生其实对于女大男小好像有一些别的想法在，即便他明明很好，然后就是小你个5岁8岁，就是小就不行，小一点就不行，2岁也不行哦。他叫我姐姐就不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追踪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好，我们其实收集到不少谈过姐弟恋的人给我们的意见，说哦可能会有这些点，那没谈过的人你可以听听看。然后呢，我也会贡献一些我的经验啦。好，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差几岁啦。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差5岁以内没什么感觉。我只有教过差1岁的，差1岁那真的不算，因为有时候还同届啊。或者是就差1届，那个我真的觉得落差不大。我觉得超过5岁以上可能会比较多，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问题。对，那5岁很多5岁就觉得很多了。好，我的经验是8岁，差8岁哦。那差8岁就真的是有世代差异的感觉，差一个国小。对，第一个是啊，就是你跟弟弟谈恋爱，他好像会比较热情、直接，然后很可爱，反应很直接啊，不会像熟男或者是跟你同年龄的就很会隐藏啊，很会套话啊，就很单纯，像小狗狗这样。哦，很单纯，很萌，变成是你在欺负他的意思吗？你逗他，他会有那种就是很害羞啊，然后不好意思那种。对，就是他会脸红哦，他真实的脸红，耳朵整个红起来，然后很紧张，对你就会有一种初恋般的感觉。可是其实你已经是姐姐了，你已经知道，哎。以前自己可能也是这样的，对，可是他就是很单纯啊，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单纯的好，而且他对你好的时候，你会很感动。好，我讲我经验，就是因为我刚说小我8岁嘛，他的第一份工作拿到的第一份薪水，他说他要拿来请我吃饭，哇，对他来说很有意义。他觉得我今天领到第一份薪水，我第一刻想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有能力请你吃饭了，好有心哦，对，很有心，很感动哎，对，所以重点不在那一场饭，而是你感觉到他的真心诚意。姐弟恋好像有时候会有这种莫名的感动，他做的事情是因为他很真诚，发自内心。对的。可是我有遇过那种就是反应很可爱的弟弟，但是超无聊。超无聊是什么意思？都是我在讲话，然后他都没有给我反应。是不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我觉得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啊，对不对？对啊，所以不行，就没火花啦。我听朋友说，还有就是会你聊的话题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自己的年龄落差很大。就例如你大学的偶像，然后他国小这样。可能我们7年级的，我们在迷周杰伦、蔡依林，然后他说哦，我国小，哦，我国小的时候他出第一张专辑，我小5，然后你就会想说，有一种尴尬的感觉，已经都高中了，对，你都已经高中、大学、大1什么，然后什么周杰伦拿下金曲奖，什么狂扫，然后你就觉得那个会很辉煌。我小学4年级，我有听妈妈的话。我想说 ，OK 好，我们还是不要聊往事，就是你聊那种偶像艺人跟那个剧，真的很明显，就是他就是国小，对啊，对，这个就是落差到可能6到8岁会有的问题，对啊，那你自己不尴尬的话，其实是还好。好像我跟国小生在一起。如果女生到30、40，然后你还是跟20的在一起，那个差到10岁或15岁，落差会更大。你在讲这些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出生哦，好可怕，对不对？如果你差到15岁，那你在讲你15年前的偶像的时候，他是婴儿你会想说，我是怎么了？我是现在对婴儿下手吗？反正还是会有点怪怪的感觉。就想到过去，会觉得太我是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妙，就是你们在聊这种东西有年代感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怪怪的。我一定会尴尬。好，但是我们反过来说，那如果男大女小呢？难道就没这个问题吗？我觉得这好像比较少听到。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好像男生都喜欢年轻的女生。然后你们看哦，那你看你聊的时候，还不是也会发现说，哦，这个妹妹那时候才婴儿。对。那为什么女生就不觉得怎么样？大家可以想想看哦。第二点就是啊，有人说他好像会什么新知新变，然后什么新的资讯、新剧什么他都知道，follow 的很快。对，就他资讯更新的很快。好，再加上搞不好他还是大学生，或者是他才刚出社会，新鲜人什么，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花在工作上，所以吃喝玩乐他一把照就对了啦。真的就是立刻有什么东西一出来，他都知道。然后哪家夜店新开的他都知道。带你去玩，然后怎样最便宜他都知道。对，什么都知道，吃喝玩乐的资讯感觉很清楚。然后就发现他带你去玩，然后带你介绍认识朋友，就不会在那边很别扭什么的。我们收集到资讯有讲到说，好像跟弟弟谈恋爱会有这种带你去玩，然后反正你还开了眼界的感觉，而且可以很快速的认识新朋友。他朋友好多，或者是什么男团女团什么新的音乐排行榜什么，他的好熟哦。对啊，马上很多都是没听过，很多什么男团女团你还叫不出名字，说谁？
如数家珍，这个是谁谁谁，然后他谁谁谁，然后他什么公司的，他什么，他们有一首新的单曲什么，好熟哦。然后什么剧出来他都有看过，他好清楚哦。我可能还没看过。对，你都还不知道，他已经全部都看过了。可是也有粉丝说，这是因为你已经在工作了，你有很多时间花在工作上或加班，可是他们的年龄可能还不需要。好，那这样是不是就没办法跟他们聊职场上面的事？好像是会有这个问题。如果他都比较没有心思在职场上，或者是他职场的经验还不足啦，搞不好你遇到什么问题，如果你们年龄落差很大，应该不好聊。而且其实他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例如什么？比如说你跟同事有发生什么事，他不知道那个 mega 的严重性，他会觉得你就不要跟他当朋友就不要跟他讲话啊。对啊。我老板很机车那你就离职啊。对啊。然后我同事我主管怎样？可是有时候上班族不是这么容易，你要走就走，或者是你要干嘛就干嘛。我们有很多挣扎。可是他可能就跟你说，你就走啊，你在干嘛？那你要养我吗？是说你可能你30，他23、22、25这种，可能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职场的事情他还涉世未深，有没有？所以其实姐弟恋除了年龄的差异，还有就是你们是几岁跟几岁的人啊？可是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可能是学生的话，通常会代沟很大，对，因为一个玩乐心就很重，对对对，所以主要还是你生命阶段的落差，不是你年龄的落差。好，那第3点就讲到了有关职场的经济问题。如果姐弟恋的年龄落差很大，姐姐会不会经济已经不错了，弟弟还没，他刚出社会还没有什么钱，除非他家境好了。那如果不是，那你们的经济会不会有点落差？会，他搞不好还在拿家里零用钱，这很容易吵架就是想去哪或是想吃什么，价格上的考量就会差。你说你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觉得很贵。对啊，现在吃都不会看价钱了。哎呦，也太大气了。因为像我朋友就是他们姐弟恋，然后就是比较小的那一方就会觉得说我们去吃到饱，然后就是划算 CP 值很高的，会寻求 CP 值，然后很爱吃到饱喝到饱。对，然后可是另外一个就会觉得我们就吃不了那么多，我们就去单点，然后吃精致一点，贵一点点，这样不是比较好吗？这个倒是我自己也很有感觉，因为年龄到一个程度，你会想要吃质感，而不是吃多，所以你后来会发现说我们宁愿多花一点钱，可是我们要吃好的精致度，所以你其实也不太爱这么喜欢去吃到饱的地方了。对啊，对。可是如果你们年龄有一定的落差，可能他还在很迷恋 buffet 啊，或吃到饱，或者是夜店是喝到饱的那种。对，而且还说就是去夜店不用有包厢没关系。对，超难喝不是，因为他追求的是一个可以狂喝到醉，而不是每一杯都要350。那你喝个4杯，酒量比较好的喝个4、5杯，那一天就1、2千喷出去。对啊。然后他就会想说，如果499喝到饱，或是一个入门费喝到饱，不是比较爽？那你们就会有落差了。对，会有落差，这种就会吵架。真的，因为酒真的认真点起来不便宜。对啊。对，甚至你去好餐厅要开酒的那种。对，因为有香槟要不要开下去？就其实有些一瓶就是1、2千块，其实我们会上班族会觉得还可以，还好，对，甚至有时候到3000都觉得还好，因为如果你们4个人出去，对对对。可是经济能力比较没那么好的那边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就不要点酒，我们等一下去喝到饱的，去买就好了。你说喝超商的买就好。我们先在这边吃完之后，我们回家追剧的时候再去喝超商的。我赶快。是啦，可能我们有了一定工作能力，会真的觉得不一样。我在这边喝的气氛真的不一样，那个敲杯的那个感觉，对，一声。对，但以前我们以前大学生最爱去超商买酒回宿舍喝。我们以前都一定要选那个冰火吗？不是，我们还不是。你不要一直打广告，你是有收他钱是不是？我以前还不是只有去那种 Seven 啊全家，我们还要去那个大卖场，那种比较便宜。搬一箱回这个宿舍慢慢喝，对啦，是懂他们的心情。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日子，只是我们的经济能力到一定程度，我们不再这样做了而已。所以一旦你跟还在这样的弟弟谈恋爱的时候，这个落差就跑出来了。第4点是有人说弟弟好像体力比较好，持久力比较强吗？你干嘛直接跑到那边去啊？你那是说出来玩什么熬夜体力比较好？你在说什么？不是我说的也很重要啊。好，那体力好可以分2种，白天的体力好，就是吃喝玩乐，还有刚刚小编说的那种体力好，好像这2个也是有差啦，有差。好，我先讲吃喝玩乐那一种，确实我有朋友说，可能比方好11、12点他很累了，他想回家了，结果弟弟还要玩，就他们是可以玩到3、4点，还要再去夜唱，还是要再去看夜景什么，他玩到天亮都 OK。其实我们以前也是玩到天亮都 OK，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对，睡觉然后再去上早八，我们可以夜唱到早上，然后直接进教室的。对啊，这些姐姐没办法，老了12点1点开始打哈欠，想说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去夜店喝东西也没办法喝到那么晚了。对，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落差，怎么办？你要跟他说我累了吗？我会一直打哈欠，对，你就会有疲累感出来，而且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早起假日。对，你前一天熬夜，你隔天你可能要睡到中午，要补一下。
对，整个头很痛、宿醉什么。可是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没这些事，就是赶快玩啊。对，所以这个落差也会有。好，然后刚小编讲那个晚上的体力好，好像这个怎么样 ？OK 吗？很 OK 啊，跟马达一样。你干嘛讲那么直接哦？等一下，好，但我要替熟男平反一下，因为我有熟男朋友跟我说，熟男跟弟弟的差别就在于，弟弟就像你刚刚讲的那样，像马达一样，他只有体力，他没有技巧。哦。然后熟男就说这件事情 happy 不是体力而已，是经验值跟技巧。这个是熟男自己解释的啦。是不是这样？也是，我不清楚哦，那个大家自己留言讨论。第5点是不会一直啰啰嗦嗦想要管你。这是一个粉丝贡献的，他说啊，他跟熟男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一直被念什么不要熬夜啊，不要吃垃圾食物啊，然后不要这样子没卸妆睡觉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一直念，然后女生不要那么晚才回家啊，什么什么，他觉得好烦，好像他爸哦。真的。后来他分手跟弟弟在一起之后，就发现好自由哦，想干嘛就干嘛。对呀，就跟你一起玩什么的，反正是他想要念弟弟。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你这样子吃垃圾食物不好，就颠倒有没有？但是其实好像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你跟年龄比较大的伴侣在一起，好像他真的会比较重视养生之类的。然后就好像会关心你，不要这样，所以好像会被管比较多。然后弟弟好像就没有那么爱管你，他就开心就好。弟弟身体很好，不会这样，没有这些烦恼。第6点就是参加他朋友聚会的时候，例如你如果年龄落差比较大的，那你姐姐，你去他的朋友局的时候，全部是弟弟妹妹，你一看就是哇，都小你好多，因为他的朋友还有比他小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好像很熟女在里面。像魏老板这个7年级生，就是所谓1980几年的这个年代就很尴尬，你就说你几年次哦？82，民国82年，对，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讲的是1982，然后结果年轻人就会说民国82年了，差11岁，那差11岁，你疯了吗？我40会变30会变20，然后你就会超尴尬。那个1982。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身为姐姐，你要谈姐弟恋的时候，你自己不要自卑啦。你自己不要去觉得说我很老或我年龄很大，你真的要自在一点跟他们相处，因为老实说，你们是灵魂的互相吸引，他才会喜欢你，他才会追你这个姐姐嘛。然后你跟他相处一定也是没问题，你们才会继续走下去嘛，不然其实你们一开始根本走不在一起。所以我个人认为，身体的年龄没有比心智年龄重要。如果你们的心智年龄是合的，你们就会合拍，所以不要那么在意身份证上面的年龄。你自己不要自卑，你不要觉得说我好老。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女生，我就不建议你谈姐弟恋，因为你一定会不开心。好，讲到刚刚见朋友，第7点我们要讲见父母怎么办？哇，好尴尬，会很尴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见父母，那个家长看你的眼神跟那个，你说如果年龄落差大的话，例如5岁以上，对，8岁以上，人家会觉得这个女生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会想跟小那么多的男生在一起？你觉得会被批判是不是？会被就是看不起的那种感觉。那好，我们想一下为什么男很大女很小的时候，社会都没有这样批判他们？对，就什么男生都可以，然后女生大男生小好像就不行，女生就有错，说话对，这男女真不公平。父母如果又很保守、很传统，可能又你几岁做什么的，你自己就尴尬起来了。没错，我自己会觉得嘴软，不好意思说，嘴软，那怎么办？所以会走不到见父母那一段。我会先跟男友确认他有没有先跟他父母说，讲说我几岁这样子，他父母态度是什么？如果 OK 再去。还有就是男友自己态度，因为男友也不要就自己躲在旁边让你去应对啊，他也要说我就喜欢他，你现在怎样？他自己要去对抗他的父母嘛。如果他父母是反对的话，那就不要见了吧。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蛮容易被年龄绑架的啦，都好像要怎样差2-3岁以内可以接受，然后只要差一多落差一大都会被讲对，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框架啦。但我自己是支持说2个互相吸引的灵魂比较重要啦。还是你们会想要遇到那种这是1000万离开我儿子？好啊，这样可以遇不到的，少奋斗20年。真的，那我一定离开。这人你要被男生追杀。你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啊？那你那样票完我。好啦，我们今天是用比较轻松愉快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姐弟恋，或者说年龄落差大的感情。但我猜真正里面的很多妹妹嘎嘎应该是有谈过这种恋情的人才知道其实也有好多辛苦的地方，或好多被别人异样眼光，甚至对被父母反对的地方。如果有经验的话，大家可以留言讨论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追踪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